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回顾，在演艺圈12年，热巴演技似乎越来越差，形象也不如以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迪丽热巴刚刚出道时的模样呢？当时的她刚刚成年，五官虽略带稚气，但美丽初显，尤其是一双大眼睛，堪称既有光又有情。出道第一部作品就担当主演，之后因为那极具新疆特色的脸庞，经常以异族公主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剧里，自带神秘色彩，质朴灵动，还有为爱情孤注一掷的深情。那时的迪丽热巴演技看着还是不错的，被不少粉丝追捧。风格成熟后，甚至有部分人称她为新一代美神。谁能想到，在演艺圈奋斗12年后，已经31岁的她，不仅演技似乎越来越差，形象好似也彻底崩盘。至于为何落到这个岌岌可危的处境，应该和她的粉丝脱不了干系。当粉丝越界，迪丽热巴似乎无法反抗。最近天气越来越热，迪丽热巴的穿搭也愈发清凉。就在这时，一个来自女孩的咸猪手让不少人看到了迪丽热巴现在的真实处境。突然出现在机场的她，穿着一件露背套装，整个人看着有些清瘦，而她的周围则是汹涌的人群，男男女女都有。被包围在中间的迪丽热巴只带了一个助理，显得有些无助。从镜头可以看到，迪丽热巴从一个女孩身边路过后，那个女生满脸笑容的将手轻轻地摸到了她的后背上。有人说，女孩子摸女孩子，这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这只是想拍肩膀罢了。但事实具体如何，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因为之前的五凶事件，一句怕穷人看见，又怕富人看不见，不知道让迪丽热巴背了多少嘲讽。而这个女孩的这一举动，几乎是将不尊重写在了脸上。这一刻，承受所有的非议的，并不是这个粉丝，而是迪丽热巴。能站在如此靠近迪丽热巴的位置，想必她在粉丝群体中的地位应该不低，或者也是非常喜欢迪丽热巴的一员。如果当迪丽热巴的粉丝都开始反噬她的时候，她该怎么才能重新扭转形象呢？画面中可以看到，迪丽热巴的拳头握得紧紧的，但是没说一句话，只是赶紧低头离开。可是，真的没感觉吗？当时的她是否知道是一个女粉丝呢？这一刻，异常无助的她又在想什么呢？不过，迪丽热巴的粉丝对她的越界应该早就开始了。前段时间，迪丽热巴曾因宠粉冲上热搜。她曾答应过粉丝会发100张自拍，用盛世美颜将粉丝们淹没。说到做到，条件达成后，各种风格的照片直接放出，让人目不暇接。部分路人虽然无感，但是也不会说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迪丽热巴多年大粉气冲冲地宣布脱离粉籍，并且直言迪丽热巴太过分。她又做什么了？原来，在这将近100张照片里，有不少照片迪丽热巴都进行过美化，有的添加了滤镜，有的添加了贴画。只因为其中一张照片的海洋风格贴画里精心放了一个热带鱼贴画，就被这名粉丝单独点出，直言这是故意在告诉大众她和黄景瑜的恋情。因为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 CP 名称就是热带鱼。出道至今，她曾和不少当红男星赚过绯闻，比如黄景瑜、鹿晗、陈伟霆、张艺兴等等，都是很有名气的男演员。但是因为黄景瑜前妻黄景瑜家暴的传闻，迪丽热巴的不少粉丝都对黄景瑜有些排斥，其中就包括这个有不少粉丝的多年大粉。从大众视角来看，不少人认为黄景瑜有可能和31岁的迪丽热巴修成正果，甚至一度有传出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谁能想到，他的粉丝想法竟然截然不同。其实，对于两人的恋情具体情况，粉丝们曾多次询问，但是迪丽热巴和工作室始终表达的比较模糊和暧昧。从粉丝狂欢、偶像互宠突然转变成大型脱粉现场，这个脱粉声明出现后，评论区堪称戾气满满。为了不让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同框，这群粉丝们堪称煞费苦心，连两人同登综艺都要通过刷票的形式分开他们的座位，甚至连眼神互动也成了一宗罪。他们费尽心思想要得到迪丽热巴一句对两人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回应，可惜始终没有，最终崩溃脱粉。这场闹剧的转变让不少吃瓜路人都大吃一惊。这一次的拉扯，很多人都看到了迪丽热巴的粉丝群体有多么强势，又多么脆弱。普通人追星
喜欢就粉，不喜欢就撤退。可能有些人追星却是付出超多心血，并且喜欢的时候无限滤镜，一旦滤镜破碎，还极有可能脱坑回踩。迪丽热巴优秀作品不算多，粉丝大多都是颜粉。而当颜值渐渐下降，新一代美神的光环从内部开始碎裂，迪丽热巴的艰难时刻才刚刚开始。她和金星两败俱伤，怕穷人看见，又怕富人看不见，多做作呀。金星的这一句话宛如刀剑意有所指，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用非常犀利的一句话，站在观众的角度，将迪丽热巴推到了悬崖边缘，整体形象摇摇欲坠。对一个女孩最大的嘲讽之一，就是过度揣测她的一举一动，并且将所有行为都往擦边上解读。这场对决应该是没有胜者。虽然金星在被人扒出舞台谢幕同样捂胸离场照片时，理直气壮地解释为尊重和感激，但是在过度解读下，他的解释也似乎很难让人信服。金星作为一个男人转变的女人，曾经的她也是维护女孩子们的一员。比如在担任综艺评委时，看到跳舞的女孩穿着一件开叉极高且没有打底裤的裙子时，她曾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以维护女孩的姿态，让她回到后台换一件衣服。女孩为什么那么穿？从世俗的角度来看，金星应该是明白的，就像迪丽热巴为什么会捂胸一样。呵斥过后，金星获了不少好名声，也似乎为女孩们争取到了些许尊严。只是可惜了，被换衣服的女孩似乎一直在被提起，却又似乎一直没有姓名。而这一次，金星最初只是拿起了武器，对准了她最熟悉的内娱，但是武器似乎拿反了，扫射范围太大，引得不少人借此狂欢。这些话语将金星曾经因为维护女孩而艰难建立起的一点点女性防线彻底击碎。而金星也因为偏激的言论受到了不少中立人士的质疑。不过最艰难的应该还是迪丽热巴。现在迪丽热巴露也不是，不露也不是，几乎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金星已经56岁，年轻时的她就敢于对抗世界，为自己变性，内心非常强大。面对这些争议和流言蜚语，她甚至可以转身重回舞蹈舞台，拿起她的文化自信。但是迪丽热巴好像不可以。守不住底线的迪丽热巴，出道至今已经12年，除了越来越多的嘲讽和非议，和颜粉的逐渐消失，她至今没能留下多少优秀作品。当初她凭借维吾尔族略显深刻的五官惊艳出场，虽然不少人传她的颜值在当地实在算不算什么美人，但是在内娱整体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迪丽热巴的颜值只能从精修图来看了。演戏时似乎越来越奇怪了，尤其是古偶剧，如果服装和造型都是浓颜系，那效果一般是比较惊艳的。当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白凤九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让不少人成为了她的忠实颜粉。但是如果进的剧组是那种仙气飘飘的寡淡型，迪丽热巴的缺点就会暴露的比较明显了。明艳大气的五官，此刻全部纠结在一起，皱巴巴的格外令人出戏。还有一双眼睛更是无神，几乎看不出刚刚出道时的灵气。同样都是毫无演技的表演，她似乎比杨颖还难崩。毕竟杨颖似乎真正看到了自己的核心，所以她不管演什么，演技再崩，脸也绝对不能崩。可迪丽热巴没能把持住这个底线，演技问题，迪丽热巴的粉丝也给她指出过。不过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不是她不想转型，而是没有实力转型的地步。现在的她到底还能靠什么呢？被观众抛下，不会有一声招呼，在古偶剧里来回奔波，却给不少观众和粉丝留下一个不合适印象后，很多人对迪丽热巴2023年的现代剧攻速抱有很大期望。至今还记得，在现代剧《克拉恋人》里，迪丽热巴饰演的高雯很是不错，表面看上去是一个高冷美女，实则内里单纯又善良，性格中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剧中姥姥去世时，她一度哽咽难过到说不出话来，看起来丝毫不会出戏，只有满满的感染力和爆发感。但是现在她的身上似乎只剩下满满的疲惫感。身为坦星，工作室放出的精修图一向漂亮，凭借颜值各种衣服都能把持，甚至能从镜子里看出基本没有 P 图的痕迹。可是等到生图放出后，很多人都大吃一惊。酒红色的裙子皱皱巴巴，看着有些廉价。最重要的则是迪丽热巴的脸，法令纹很深，厚重的双眼皮之下是一双无神的眼睛。
甚至有粉丝说，这个脸为什么越来越难相了？从生图可以看出，迪丽热巴的五官底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眼睛、双眼皮，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大美女级别的人物。可是她明明才31岁，就可以看出皮肤状态极差，脸上粉底厚实不说，似乎还卡粉了。可能是这种偏深刻的五官，就是容易显老吧。幸好在电视剧里，这些都不显眼。《公诉》是一部现代剧，由迪丽热巴、佟大为、高鑫、尤静茹等人主演。在这部剧里，迪丽热巴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帅气的女检察官，被生图伤害的粉丝们都对她的这部新作格外期待。导演是好导演，演员似乎也都是出道多年、流量不减的优秀演员。谁也没想到，这部备受关注的作品，自从开播，收视率就一路走低。如果不是迪丽热巴近期争议缠身，可能这部剧会出现查无此剧的状态。不过，这点热度，导演想的大概是不要也罢。因为这部本来被粉丝们寄予厚望的迪丽热巴转型之作，一经播出就被大量观众嘲讽出戏。不少观众被她的演技震撼到，称实在不像检察官。到底是迪丽热巴的坦星形象太过固定，难以扭转，还是迪丽热巴演这种正剧，气质形象不搭呢？归根结底，可能就是演技不好罢了。迪丽热巴真该醒醒了。结语：出道12年，迪丽热巴可能也没想到，自己形象崩盘的第一步，竟是从自己的粉丝开始。但是真要追究真正原因，主要应该还是因为她的演技不够，作品不够硬。在没有作品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颜值，不知道握紧拳头无奈离开的迪丽热巴还能撑多久，又会走上哪条路呢？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